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钱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关心现在中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川普昨天有讲，他说：“哎呀，这个伊朗很糟糕呀。”他拒绝他的提案不 OK 啦，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两边有一个所谓的协议嘛，他们会笑不出来。你提这个什么样的提案？他批评伊朗，那伊朗这边怎么讲？他说：“我这个和平提案不是为了取悦你，我当然提出我的需求啊。如果你不接受，我也没有办法，而且你不可能要求我屈服于川普。”这个要求是不可能的。那另外呢，川普不断的在讲说，反正你伊朗的军事已经溃败了，我们美国人只要再打2周，就可以完完全全把你所有的目标给攻击完毕。现在已经处理了70%，只剩30%啦。2个礼拜我就给你结束了，可以砍救了。可是我们看到，根据中国卫星影像显示，有20艘伊朗的飞弹艇，您看到这些一艘一艘的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做一个巡逻。那如果川普讲了很多次海军伊朗这些海军完完全全被摧毁，那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是幽灵吗？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朗向荷姆兹海峡部署了所谓随时待命的加迪尔级潜舰这种潜舰呢，专门是在一个稍微浅的一个这样的水域浅水域作业这个大型的潜舰可能没有办法在这边机动的航行，所以是设计出来在荷姆兹海峡相关的水域进行各种的战斗以及巡逻的一个工作那伊朗不断的在对外宣示我说了算，尤其是在这个区域。那 Fox News 也说，有一艘美国的商船遭到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所以在这个海域进出的这些商船邮轮还是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各种的护航的一个行动来自于美国，看起来不是完完全全的成功很多时候是不安全的。那阿联酋这里说昨天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了2架来自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所以你可以看到，尽管是停战的状态暂时停止攻击，可是没有各种的小打小闹川普的话，各种的冲突还是在这个区域进行。那伊朗没有在管停火，这个是来自于泰报的一个标题，他说他持续攻击轰炸科威特，还有击伤阿布达比出航的货轮所以区域还是不稳定的。可是现在有一个消息出来，卡达籍的 LNG 船这个它的一个运送天然气的船第一次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路透社的消息就说这个伊朗递出了橄榄枝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呢，包括有2个斡旋方，一个就是卡达，还有巴基斯坦的信任两方斡旋之后才批准了这一次的航行。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非常微妙的这个区域的政治，还有包括武力的冲突，都是在一个动态的调整。来请教亮哥。我觉得伊朗现在是利用川普的不方便第一个，川普不能重启战争，不然国会就会适用战争权利法案，要求表决那第二个是川普即将去中国，那这个时候总不能大打所以就是知道川普现在不方便大打，所以就小打，不是比较步步进逼啦，而且做事强硬嘛。那做事强硬，因为你要去中国就是要谈伊朗战争嘛，那伊朗强硬，中国才有筹码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方面面，所以川普是有点卡住了，他被绑手绑脚了，他也不希望民主党要审查我战争权利法案嘛，对不对？所以伊朗现在确实有些话会讲，我觉得有些吹牛了不过他确实要做到一点，就是要确定荷姆兹海峡的控制，因为这个战争结束就是根据谁有没有能力事实控制，是那战后的秩序他就有发言权，这个很现实的。所以我觉得伊朗
伊朗目前是这样了，浓缩铀他已经表达意见了，说我愿意暂缓再进一步，比如说现在做到60%，那我不会往70%去推，可是我不交出来，现在就是他的立场就这样啊。然后霍姆兹海峡他不会放手，要中俄进来说你放手了，那个就是要美国明显解除制裁，那个时候才会来做交易啊。还有停战，可是停战中俄要进来当国际保证啊，不然他会怕啊，不然以色列又来打你。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在做态啦，然后在等那个最后的时间。我觉得一般估计大概就这个月底了。因为打到6月，这个地方会变热啊。我刚刚听一个网友跟我讲，说现在沙地阿拉伯43度，它不是一直都很热吗？6月夏天会更热，又夏天，所以这个地方夏天是很不适合作战的，是，尤其是地面作战。现在连在波斯湾海上作战都高达40度啊，所以我觉得，反正伊朗就是立于不败之地。我稳住局面，我就赢了。除非美国能够迅雷不及掩耳，我现在也看不出来，因为美国事实上还被人家观察到，他大型的运输机在载走他的军事资产，现在再走哦，对，之前不是都一直运进去吗？发现不会打，又再走了，是不是？你放在现场也有风险啊。对呀，万一被突袭。另外一个也要花成本啊。他的大型运输机事实上是在载走 ，OK， 有被观察到。我认为是基本上不会大打了啦。可是因为小打小闹不断了，所以油价又涨起来了。本来油价这一波跌到95嘛，我讲布兰特原油期货，对，刚刚又涨到103，又涨了。就是3不5时会传出一个谁又被揍了，谁又被打，就不稳定了，就是在波动啦，一直波动。对了。不过这也意味着我觉得这也意味着有些地方真的伤到了，所以大家预期，即便战争结束，恐怕这个石油缺口已经造成了，很难恢复了。事实上，波湾这个地方一天出来只有2000万桶，可是现在全球调度大乱，各地的缺口全部加一加有10亿桶，你就知道有多乱了。对，我讲的是各地缺口加起来，没错，所以，而且天然气是已经确定受伤了。对啊，就是运不出去。你看卡达这，不，卡达是受伤了，因为他被炸。对，他被炸，不是宣布停产吗？他现在停产会少掉将近20%。对，大概17了。那这个就是国际能源供应已经受伤了。没错，就被打乱了啦。所以你说要回到开战之前的65，那是绝无可能。像这到95就跌不下去了。我本来以为有机会见到8字头，就见不到。又涨起来了。是。好，来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战事拖拖拉拉，一下小打小闹，我认为美国没有掌握到作战的这个节奏，所以作战的主动权，美国并没有完全掌握。是，尤其是他没有打地面战，所以伊朗看到要地面战，美国才能让伊朗屈服。你没有地面战，伊朗不可能屈服呢。再怎么炸，它就是在山洞，就是在地下化，就在战力保存、战力防护都做了，还有相当的水准。你没办法达到一个战略效果。是，那你伊朗不可能屈服，在军事上没有让伊朗屈服，你在谈判桌上伊朗会屈服，那更不可能，这缘木求鱼的事情。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过度乐观，伊朗没有乐观，但是美国过度乐观，这样的话对美国会不利。所以现在已经陷入各讲各的，各说各的，各自放话。那这样会变成一个焦灼状态，焦灼状态对美国也不利，因为美国是远端部署，伊朗它是以逸待劳，因为它是就地整补啊，那美国是远端整补，所以在利空时这一方面，力量、空间、战力、空间、时间上面，对美国来看是不利的。那现在来看，伊朗它放得开，美国放不开。你这个在军事跟政治上面一定要放得开，伊朗放得开，大家来玩来打，来那让伊朗改。那美国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瞻前顾后，顾忌的太多了，他还怕被以色列利用呢，所以以色列叫美国去打，美国也会这么想啊，因为纳坦雅胡一直要把美国拖住啊，不要停手啊，继续打下去啊，
就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不停火啊。那现在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我认为伊朗发现到美国大概有3个缺点，3个比它的短处。第一个，美国不打地面战，因为伊朗耐打，所以美国不打地面战。那美国不打地面战，那这样子伊朗他就更有底气哦。如果美国愿意打地面战，伊朗的底气会瞬间这个降下来。所以在这一方面，伊朗已经算出来了，经过战略判断、战略的算计，妙算胜者得胜多也嘛，多算胜，少算不胜，兵家就是这么说法。第二个呢，伊朗看到美国怕牺牲，美国命值钱，你既然怕牺牲，你就会缚手缚脚，放不开。打仗不要怕死，不要怕牺牲，大家来玩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说话美国会赢，但是美国在人命比较值钱，不愿意牺牲，因为美国考量的多，美国国内有60%反战，造成川普非常大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对川普这一方面对伊朗开战，他有意见，有不同的看法，川普也有这方面的压力。美国启动选举11月5号要到，慢慢逼近，启动选举如果交出的成绩单不好，川普压力更大，所以这个是伊朗也看得出来啊，美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会陷川普为不利的态势。所以让人看，美国怕牺牲，我认为打仗不要怕牺牲，怕牺牲就玩不下去了。第三个呢，现在如果是相对的相应报复，是你打我油轮，我也打你油轮啊，你这个无人机过来，我也给你无人机过去啊。那这样的话，美国玩下去，美国吃亏。为什么？因为美国高价目标多，伊朗高价目标少，那你这样玩下去，那美国不是吃亏了？高价目标被打掉，那美国这个穷尽洪荒之力，好像伊朗没有几个高价目标。但是这一炸之后，这种相应的报复，到最后是玩下去，美国吃亏啊。美国都是不管在科威特，在这个阿联酋也好，或者是在巴林还有安曼，都是高价目标那高价目标那也会有风险。你打伊朗100%报复，我们叫做真实承诺，他打了100%次的真实承诺，就是报复。那你总共那个被攻击的这些目标，精准度还蛮高的，228个目标被伊朗的地对地的导弹，还有包括无人机攻击，那是228。然后后面还有没有？因为伊朗绝对有列入报复清单的优先顺序。那这样子，那美国要不要玩下去？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呢，他的瞻前顾后，顾虑多了，这个也被伊朗抓到他这方面的这个短处，所以在这方面，伊朗他的底气就出来了。是，来，苑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不管美国这是怎么考量但是有几件事情是使得今天这个消息，川普这个大声的讲这个大声讲这个完全不可接受，是在他已经准备去访问中国里面所发的消息。大家知道里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话呢，在伊朗手里的话呢，这是这一场从2月28号打到现在战争的对伊朗是个最大的收获。有人形容这是核弹级的收获，因为什么呢？伊朗本身来讲要控制这个荷姆兹海峡，大家看到他那个潜水艇居然是针对于前海搞的潜水艇。换而言之的话呢，要发展一个潜水艇，以台湾这边例子来讲，20年前就已经做好这个准备。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相信这个原油市场的供应量是很可以慢慢恢复到原来的稳定情况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坏消息。原油的供应量是不可能稳定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必须要再讲 ，Axios 在登这一页几个14个条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已经非常在讨论，就是说，就有人在放空，因为油价大跌，认为这个14条里面当中包含了解除伊朗的制裁是很有可能通过的。刚刚听亮哥一讲的话呢，就油价不但没有大跌，然后就已经回去了。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伊朗或这么轻松能够接受美国提的14条规定的话，那这个就不会是一个3000年的民主。我看到伊朗人我都很看不起，现在果然是这样的。他讲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怎么会听你的呢？而且最近我有个消息，伊朗一直耿耿于怀，那个莱维特白宫的发言人生了小孩以后登了他跟小孩的温馨照片，然后伊朗就讲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当初为了伊朗死掉168个小女孩的，你讲什么话？对，那这个已经说明伊朗的态度是要以报仇嘛。那第三个的话呢，大家都没有提到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在这个昨天接受 CBS 的60分钟访问的时候，他说了2件事情非常奇特。第一个说伊朗到现在还有浓缩铀的能力都没有清楚，这个一定要清楚。
啊，这个第一件事情，那就表示这个战争的话，你美国不动手，我以色列就要动手。那这样的话，伊朗现在防卫的还不是美国，美国进退两难，伊朗很清楚，但以色列说打就打，所以伊朗现在一切的准备是面对以色列的准备。那另外这个纳坦雅胡讲说啊，我们现在的话呢，收到美国这个38亿美元的年的这个财政资源，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摆脱。10年内我们就要摆脱。对，他是这样讲。这个发觉大家发觉很奇怪，这个纳坦尼亚胡讲这句话啊，说明什么呢？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是有2方面的目的的。第一方面目的的话，讲说不管有没有美国，我们照样要收拾伊朗啊，这是他一贯的态度。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你不是说美国国内有一些不平的意见吗？反对以色列意见吗？最近闹得很大吗？啊，大家讲来讲去的话呢，对于以色列是同情的，但是对以色列花美国的钱要美国人去打这个仗是不愿意的。那现在以色列就讲得很明白，我们每一年收到多少钱，这个情况下，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摆脱这个财政上的依附感啊，慢慢10年内我们就要摆脱了。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根本不在乎美国，把美国拉下水是他原来的目的。那美国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走了啊，那伊朗就厉害了啊。美国如果不走了，那川普就违法了。所以现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川普本身来讲非常困难。那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可以预料到，你到北京去能得到什么好处啊？这个是跟我们相关的，他会讨论到我们的未来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刚刚老师也分析，在中东这里三角习题，美国、以色列、伊朗。那接下来川普要到东方，他要到亚洲来，来看习近平。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一个难解的习题。伊朗这个小哈米尼好了，他现在都一直没有露面，可是不断的有新闻传出来，说是他找来最高领袖要求他们的武装部队要继续以强大的实力跟坚定的意志对抗敌人这个亮哥刚刚有讲说，现在伊朗要弄得非常的 tough， 非常的坚强非常的有意志力那当然要跟一个东西出来。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不过呢，有一些讯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包括伊朗媒体自己主动揭发爆料说，美国有一架 F-35的战斗机在阿曼湾的上头飞突然发出了代码7700这个紧急代码然后呢这个飞往阿联酋的领空那伊朗的官方媒体说，我们有去撞击它，我们现在不清楚是怎么样撞击，是打它吗还是如何可是这个讯息没有被证实。可是的的确确在美国空军在这个区域非常频繁的在活动看到非常多的光点密集的空中运输行动。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因为谈判破裂，全力准备？像亮哥刚刚说，有把一些物资给运输出来，可是也有一些报道说要运进去，要再次发动空袭。所以您看到一般记录到的是什么？像是这一些所谓的巡逻机P-8A 在中东执行任务那就昨天我们看到的讯息是，有一架美国海军的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完成情报还有监视跟侦察的任务之后，从阿曼湾返回吉布地。那另外一架 P-8A 从王子苏丹空军基地起飞，在波斯湾跟沙国上空执行任务总之不断的在执行各种的任务。那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刚刚老师也帮我们提醒了包括你看到他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还有他对外放话说的这一些内容。他说伊朗战争没有结束我们已经削弱了其中许多部分的浓缩铀，可是他们还存在还是很多工作要做。如果可以达成协议，将是移除伊朗高浓缩铀的最佳方式。你看到他的企图出来。那川普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有在监控在地底下的废墟底下的浓缩铀，我们有盯着，如果有人靠近，我们会把他们炸飞这是川普的说法。那普京呢是说，美国你看看你反悔了吧？当初我有建议我来当这个公道主你把浓缩铀运到俄罗斯不就结了吗？那这个我们看到包括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他通知俄方说，伊朗不会，他以后你再提议，我们也不愿意转移各种浓缩铀这件事情。那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是说，士兵
士兵承受重大伤亡，必须迅速扩军哦。很多军人这个已经这个战死了，所以我们要扩军。扩大征兵哦，那以色列这个它还有一个重点，要脱美军援。纳塔雅胡发下豪语，10年之内终止并且归零啊！现在美国对我们的援助，我们要重新调整哦，以后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模式，我们都要重新调整。所以就有分析师说其实川普也很生气因为他气纳坦雅胡，可是没有办法发飙，这是卫报的一个报道。他说，川普我很气纳坦雅胡，可是不能破口大骂，因为这一场超乎川普意料的战争中，2个人牢牢的绑在一起，一起死，一起活。来，先请教将军。那家那个美国的 F-35，他把那个密码那个盘旋密码放在这个7700呢，我们叫做拐拐，因为7就是拐嘛，我们都是叫12345拐8勾动，那拐拐，那还是他遭遇到紧急情况，是不是？他机械因素还是被攻击了？这有2个方面，我认为这2个方面都有可能。然后我们平常放在76拐6的时候，无线电失效，你变成聋子了，你也变成哑巴了，你讲的话人家也听不到，别人讲的你也收不到，我哑巴跟聋子就对了，你就要放在76，表示说那个雷达的光点会一直闪烁。就要特别注意这一家旁边扩机空域，因为它故障，它有紧急情况要优先呢。如果有人劫机的话，放在拐5，就是这个都是规定嘛，放在拐5。那因为它是战斗机，不会有劫机的状况？但是一般的运输机有可能，因为它是多机组人员，会有人在上面从中动手，你就自己把它放到那个地方，就知道这架飞机有问题了，会派飞机过去拦截。那现在我们知道，我认为伊朗的士气跟美国士气比较，伊朗士气是比较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老的哈米尼啊，被过端之后，被斩首了之后呢，他的国家元首都被斩首了，最高的都被斩首，下面的人都不怕死了，视死如归，变成这个状况，因为反而会激励士气，因为他们变成同仇敌忾，那种同仇敌忾的复仇的心就会出来，所以伊朗人变得不怕死。那打仗最怕不怕死的人，他跟你拼了，所以美国大概就会有所忌惮。所以美国在用兵这尤其地面战这一块，为什么他要举措不定呢？大概就是因为伊朗目前士气正高，这个敌锋正盛的时候，你这时候用兵会造成自己反而兵锋受挫，会有这个状况。所以看士气，因为现在士气，我认为士气不对称，反而伊朗的战力没有像跟美国天差地别，但他士气很旺，士气是无形战力。那无形战力呢，可能就是伊朗胜过美国。有形战力，反正美国一定完胜嘛。但是美国也因为它是海外部署，也有这方面时间跟空间上面的限制，并没那么顺利，并没那么顺畅。那我们先来看，现在那个以色列把美国绑在一起，现在我认为美国已经有所警觉，不要一直被以色列所套住。所以纳坦雅胡主战，但是川普主和，现在我认为会有一点点在认知上的有差距出现，就是不希望那个美国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当然，按照以色列立场，美国继续打下去，一直打到这个伊朗把浓缩铀交出来，永远不发展核武，这是以色列的理想的战略目标。但是美国会完全听以色列吗？我认为未必哦。美国就美国的立场来做考量，玩下去，要不然的话，第一阶段继续打下去40天，继续50天下去嘛，大家要挺以色列挺到底嘛。我认为他现在有犹豫了，没有说挺的以色列挺到底，这个是状况。那如果以色列最大的损失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他的特拉维夫还有耶路撒冷被这个伊朗的导弹还有伊朗无人机攻击，而是他的社会在一个极端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加沙走廊完毕了，现在又黎巴嫩战争，又要对伊朗用兵，在这一方面，我认为以色列已经感觉到有一点点吃力了，有点吃紧，没有像原来的那么的顺畅，而是为了满足纳坦雅胡的政治企图跟他的军事的工具充分的运用，是这个样。那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长期社会的发展跟稳定，我认为是不利的。他要考量到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就要一直战争战下去。我认为以色列在这方面呢，他国家战略未必正确，他应该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不是一直一种大权的心态来控制中东。如果他是这种心态的话，它会造成内部的不稳定一直在持续当中，那这
会造成社会的动荡。感觉到他好像是霸王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不是光是中东地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以色列做抵制。现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方面的困局，为什么北大西洋公约组没有出手帮美国？因为帮美国视同帮以色列，他们是这种看法、这种想法，就不出手帮美国了。是这个也造成美国在这方面的困境。美国知不知道？美国当然知道啊，但是不能说啊，那就变成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对不对？是这样，因为美国在这块现在已经绑在一起，想分的还分不开，所以变成了这个举措不定是美国的烦恼。是啊，说是川普连骂都不敢骂，这真的吗？不敢骂纳坦雅胡。来，亮哥，其实美国的犹太人还不一定支持纳坦雅胡，那个就是大锡安主义嘛，这个是让以色列未来会吃到苦头的啦。你想一想啊，他只有900万人，周边的穆斯林有4亿人，真的，那你就认为那4亿人永远都站不起来？现在事实上逊尼派，我们不讲伊朗啊，逊尼派4大国现在已经开始召开会议了，就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跟土耳其，人家已经开始开会了。这就是还有一点军事力量啊。然后你海湾国家如果不提供空中加油，你怎么去打伊朗？对，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啦。你如果没有海湾国家的雷达协助，还有空中加油的协助，你以色列的军机根本到不了伊朗嘛，的确是，你就只能用飞弹攻击嘛，那能怎么打？讲白了就是核弹嘛，所以伊朗为什么一定要发展核弹？不就是这个原因吗？现在川普现在很麻烦呐，就是美国到底为何而战啊？坦白讲，他的理由改了好几次。是，我跟你讲，去巴基斯坦开会的时候，看到他的照片，伊朗的代表团在飞机上摆的是小女孩的照片，被炸死的小女孩的照片，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去开会。是，我不知道美国是要干什么啊？结果后来最近这次谈判，川普叫他女婿不要去了，所以犹太人去代表美国谈判，这一定要被人家讲话。你干脆不要去，就杰尼芬斯去就好了。而且川普现在已经越来越丢脸了，因为现在民主党就把他类比到2015年奥巴马的伊核协议。你搞了半天，搞出来的结果比奥巴马还要差。对，那个时候是核浓缩铀只有3.67%，而且他愿意交给俄罗斯。那时候也没有荷姆兹海峡，也没有开战啊。对，你川普现在是开战，发现你打不赢伊朗，荷姆兹海峡也被人家占了。对，然后浓缩铀已经到60%了，也不管，那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民主党就在笑川普嘛。你看我们没有开战，就得到这么大的成果。你现在开战搞了半天，荷姆兹海峡还丢了，而且还向全世界证明你打不赢伊朗，这个脸丢大了啦。所以我是觉得啊，这个结果川普现在在讲一些风凉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不幸啊。就美国高手这么多，专家这么多，怎么会是川普还有赫格塞斯这种人在主导美国的伊朗战争的论述？我觉得非常悲哀。对，的确，老师刚刚其实也提到以色列的角色哦，我们更进一步来看，来，请老师。以色列虽然不是一个大国，900万人，而且大多数人都跑在海外啊，因为以色列的护照政策很特别，就是他认他的你信的什么教，他不管你是哪一国护照的。以色列人就犹太人在欧洲招人讨厌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不管在哪，他都永远有自己的国中国了啊。那我那时候在比利时留学，比利时有这个欧洲号称最大的 ghetto 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在安特卫普啊。到了礼拜6早上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个戴着帽子啊什么在那边，就正统的犹太教叫法瑞德人在那边做礼拜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犹太人的话呢，他们基本上的话呢要征兵，大家都以前我们从小就听到伟大的故事啊，就是说是犹太人只要一接到兵单的话呢，不管到哪，就有几件事情真的是蛮伟大的。犹太人接到兵单，他们一定回去，然后到了机场没钱就有人可以开支票，
对不对？我相信啊，我相信在东北角读书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我自己在欧洲的时候遇到这个他们这个犹太人也真的这样，所以他从来就不为征兵事情。我们这边征兵很难了，我们这边大家抓都来不及，抓兵都来不及，还征兵了啊。那但是犹太人情况下，但是他讲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只有2个原因。一个是真的不够了，所以最近我就觉得有个消息非常奇怪，这个以色列对于这个印度的犹太人这个算起来已经断了，是不是上千年不久？通通可以回到以色列去，就是为了征兵嘛，这非常明显啊，要扩大人口。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以色列讲话非常非常直接，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讲，你美国打不打你的事，我自己要打下去，没钱我也打下去。那这个事情的话呢，讲起来，我觉得纳坦雅胡肯定智商是在这个川普的3倍以上啊，我感觉上，为什么？因为太明显了啊，他这个做法上来讲，美国的犹太人会支持他的，美国人会觉得说这个叫生存事态危机啊，那犹太人怎么可以唯一的国家突然就面对伊朗的威胁，然后打到一半呢？那只好一起拼下去，所以这边。这个川普跟纳坦雅胡绑在一起的原因是，川普原来是想要扒着美国犹太人，现在扒出来麻烦来了。纳坦雅胡说：“你扒着我，我还不想要你了，你都没有用的家伙，那找一个有用一点的人啊。”那美国现在社会，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美国犹太人居然爱以色列爱到这种程度啊。就是所有的学生每次，因为我在大学教书啊，我们学生只要有抗议示威，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在美国哥伦比亚、MIT、哈佛，学生一抗议示威，哇！第2天就来了个车子，把这张照片全部贴上去，然后说你们永远不要想在华尔街工作。开玩笑啊，在美国交那个学费不能够在华尔街工作，你这个钱什么时候收得回来啊？吓得要死，停下来，没有人敢抗议示威了。就我觉得美国的犹太人就是这么团结，这个你有的时候你讨厌他没有话讲，但是呢，你要想到他们做事情的方法，他们都想到很永久，动不动就是把国家的命运赌上去。我以前邀请一个特拉维夫大学来的人，蛮有名的一个科学哲学家。我在问他说，为什么你们跟这个中东打的战争都这么狠，然后每次都获胜？你知道他跟我答案是什么吗？他跟我答案是，我们一次都不能输，我们一输，我们全国人都完了。这个仇恨太深了，所以这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次都不能输。所以按照同样的想法，大家可以知道，纳坦雅胡的态度上是觉得川普你没用。啊！你要不然跟我打下去，你就打到底啊！你现在你不敢打了，你算什么东西？你滚蛋，我自己来啊！就出现这种结果，所以川普现在很为难。他真的一滚了，那就完蛋了，他也不要再混了啊！他不滚的话，美国麻烦就更大了。对，所以可是看起来这个再过2天，川习会登场，也许会是造成这一场战争最决定致命的一个转捩点，我们就等着看。讲到这个川习会呢，一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才正式官宣说把这个日期给定下来，5月13号，川普会飞到北京，应该是隔天5月14号会有川习会。在第3天5月15号，川普就会离开中国大陆总共是2个晚上，3天2夜。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行程那会谈什么呢？伊朗问题，外界预料一定会谈。还有 AI 包括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白宫发言人凯利说，双方将讨论共同成立新的贸易委员会，来促进2国在经济议题上的对话专注于能源、航空航太、农业等关键产业。而另外，中国大陆学者已经讲了他说川普访华求看得见的成果，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大陆不好惹。好，《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说，跟以往不同的是，川普已经认识到了美国掌握所有的筹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可怕的对手，这跟2017年川普1.0完完全全不可同日而语。那另外，在川习会登场之前，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宣布，何立峰12号到13号要到南韩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会谈。那当然，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会有一些磋商。那现在大家都说3B， 哪3B 呢？中国大陆要去买美国的3样B 开头的东西，包括波音飞机、并黄豆、beef 牛肉那这3B 可能是北京在这一个礼拜川习会同意采购的3样产品。而另外呢，这个3B 的采购会不会换取关税休战延长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他说，北京希望美国放宽先前半导体出口的限制，因为被卡脖子嘛
并且对美国阻止关键晶片制造设备输往中国的措施表达关切哦。这个贸易战，包括科技战打了这么久。可是美国呢，就要求中国允许稀土稀土是美国被卡脖子，还有关键矿物出口到美国的企业，双方都有一些谈判的筹码在手中。另外有一件事情，汽车美国工业还有议员说，你川普，你不要在川习会上面为中国的汽车厂开大门，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汽车，尤其是电动车的制造已经非常的厉害，包括量在值在量上面都很厉害。那美国的供应商说了中国大陆的制作的零件Made in China 这些零件都已经放进美国车了尽管它外形它整个是美国车，可是里头很多零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些重点的整理，他说中国的汽车零件都早就已经进入美国汽车之中了，牢牢的嵌进去了。美国大概有1万家供应商，大概有5%有中国公司来持股。目前美国上面的市场上面，至少有40款车型在组装的时候使用了达到申报标准的中国零件。所以西方这些汽车的制造商制造厂都说，我们每次这个单子没了，都是被中国大陆给截单中国大陆拿走了所以他们要求川普不可以出卖他们这方面的利益。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2026年在米兰的一个 TCR， 这是世界房车巡回赛。那有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选手，他夺得世界冠军。大家看到海报这一位那他是中国大陆，他用的车是中国大陆做的吉利中国新的车队，还有这个吉利的车子那在第2回合中比赛中大突破，他叫做马清化，他驾驶的全新吉利的新锐，在 TCR 的赛车夺得了冠军。也就是说，他要凸显的一个是说，这个车手因为过去这个赛车手都是西方人，那现在是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个冠军，而且他开的车，他使用的车，这个房车也是吉利的车，也是 Made in China。来请教亮哥，这是真的有点怪了，因为今天早上才正式官宣，说川普要国事访问。今天5月11耶。对呀，3天前。2天3天前。3天前2、3天。那2017年官宣是2个礼拜前。为什么这次是3天前？最后一刻才宣布啊！我认为就是都谈不拢了，谈不拢，没有一个议题谈拢的啦。不然怎么会这样？之前川普5月1号就把他东西都载到中国大陆去了对，制造市场，就是他的西腰拐试驾都飞过去了，都飞过去了。今天早上北京已经有人看到川普的总统坐车了，是啊，都运过去了呀，在路上练车了。我觉得一定是都谈不拢啊。如果美国要的是3B， 那中国经贸有什么好处？这样中国这个生意也很大所以如果台湾要不到让步，那干脆这个会不要开了。对，这个开这个会干嘛？都是美国要这次其实川普是让自己处于一个很不利的位置他给人家感觉是来求助的，而且中国大陆刻意去塑造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看到前面中国大陆 H200就故意不买，说黄仁勋特供版，你那个特供版我不要，中国就故意不买，对，然后你看美国就刻意在去中国之前去制裁它的石化厂、炼油厂，结果中国大陆阻断制裁，主断公开硬对硬，这样直接硬杠就是你也不要谈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我不需要你让。要杠就来杠，然后不是还有那个 Meta 去收购了 Manos，取消并购，所以中国大陆在科技战立场很硬伊朗也是伊朗为什么这几天都很硬？对，因为知道这个时间快到了嘛，所以你去想一想，在中美经贸，比如说大豆，美国要的是连续3年。每年都要买2500万吨，你不可能一次这样下单吧？2500万吨你可能要下6次的单。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有默契、有承诺，回去要执行你不执行，我采购单就立刻停了波音客机也是一样500架，500架是10年对。
随时可以停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啊，就是要你回答台湾问题了。哦，而且你看，王毅还打电话给卢比欧，就谈台湾。然后李强前几天还见那个参议员戴安斯，也讲台湾。然后又跟他提醒，今年2月习近平有打电话给川普哦，希望对台军售要谨慎处理，都在讲台湾嘛。所以我认为啊，美国在台湾议题没有一点调整哦，我认为他要得到经贸利多，我觉得非常困难。中国不一定要给你啊，中国大陆大豆一年采购是1亿3000万吨啊，美国2500万吨其实不到1/5，这个中国很容易答应的。可是你去看啊，2025年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大豆采购最低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调，我跟巴西买啊，等等等啊，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可能就是都没有谈好。你看卢比奥昨天还在讲，说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对，那美国对台政策就是台海现状不变了，那你可以回家了。你如果要这样讲，那就回家了，那有什么好谈的？所以最终还是登场的意思，是不是可能有一方有让步？我认为啊，不是一方让步了，这3个议题都是非常明显，是谁有求于谁了。台湾问题就是中国大陆有求于美国嘛。对呀，那你如果不要改变论述，那我自己来啊。对啊，了不起就最后用实力，就是武统放在最后嘛。我觉得中国大陆啊，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啊，我完全看不出来。所以为什么要有第2天？就是5月514了，对，就大家整天这样谈一谈嘛，开会，那也许谈僵了，那就要天坛走一走啊，对他们要去走一走，天坛，我就跟你路边这样走路谈，搞不好有突破。为什么隔天早上还要开？我觉得隔天早上要开，就是像王毅这种人呢，就要来做总结了。那他大概就会提醒习近平说：“他们都没让，那要5月15的中午吃完工作午餐才结束嘛。”对，他才飞走。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结果应该是最后一天的早上515的早上，才会有最后的结果。所以前面可能就是各和言而至，各言而至。你要什么你都讲了，可是我不会同意了 ，OK， 不会立刻同意回答。像美国要波音500架，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同意了。美国要一劳永逸的稀土，民用稀土了，对，不要管制，这也拿不到了。这也拿不到。美国还希望对核武做战略对话，这个也不可能同意的。所以事实上有很多议题啊，就要戳嘛。然后大概戳到15号的早上，双方的让步才会浮上台面。OK，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川习会即将登场，来问一下老师的看法。川习会登场，我刚刚亮哥已经讲得非常仔细了，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吉利汽车啊的新锐 TCR 得了冠军了，真的是国运太佳了。你想想看，最近的话呢，大陆这种不可想象，就是西方这种强权垄断的，什么张雪机车啦，打这个斯诺克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了，这个吴一泽啦，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马清化。又得到了冠军。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吉利新锐 TCR。什么叫吉利汽车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从小看到汽车当中认为瑞典的汽车最有名的瑞典国宝 Volvo， 16年前就被这个吉利汽车的老板李书福，浙江台州人收购了。结果呢，大家当时都觉得说哪里有可能呢？因为李书福原来就是不晓得是什么样哪里冒出来的大陆的吉利汽车。我跟你讲，16年下来，最近这个吉利又收购了在西班牙的福特汽车，不得了，年产30万辆这个里面说明了，这里面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新锐的 TCR 的赛车我觉得这次
有3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哇塞，我虽然我自己并不是真的那种运动，但是我看到那种玩赛车的那种，这个成本很大嘛，那个车子非常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车子的造型完全看不出来就是那个形状，按照那个要求。那第三个，这次的赛车的车手是中国人请大家记住，他叫马清化。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我看到他那个颁奖典礼拿到那个冠军的时候，升国旗、唱那个国歌的时候真的是蛮感动的这个时候呢，这是个很难得的现象。它说明了3件事情，也说明这一次的话呢，川普本身面对的第一个就是美国没有生产业了，没有生产工业的话呢，川普自己都讲说，这个中国的产品呢，逼得我非用中国产品不可以那么你如果说不用中国产品的话，你就没有了。有一个人的话呢 ，MAGA 的成员回家告太太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用中国的制造东西。结果太太说，你等我一下，回去又啪，光着屁股跑出来了全身都是中国的这个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整个目前为止的话呢，大陆目前的整个技术的发展到了一个突破的阶段，世界冠军非常多我这几天看到的世界冠军非常多。那么大陆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说明了对自己也有自信心，无论是生产、设计、制造以及的话呢，销后服务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大的结果。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国力整体的一个发挥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川普到了中国去的时候呢，大家刚刚强调了 BBB 波音飞机要买500架牛肉的话呢要买多少，大豆的话要买2500吨。我觉得这些可能性唯一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大陆会勉强的答应他，然后一切都按照时间来分配。你如果做不到的，我一下都不会你想反悔，因为川普讲话是有名乱七八糟的说反就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一次优胜劣败已经非常明显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将军。那这一次这个川普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原则上是。川普有求于中国大陆多，最主要是市场。我们看中国大陆这个粮食，每一年都要进口大概1亿5千万公吨。那现在它这个当然可以替代了，从巴西、从阿根廷或从其他地方进口粮食，但是美国也是个大宗。那刚好这时候把这个大豆，请中国大陆多买一些来消化美国的库存的压力，那当然就有求于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牌就比较多了。另外我们讲了飞机，中国大陆现在民航机的总数大概4500架，你光替换了，因为每一年大概要200架退休，因为旧了老了200架，那200架，那中国大陆现在因为航空的市场一直在扩张，每一年要增加200架，一200架，这个200架400架，也换200架，又新增200架，400架，那这样的话，这个航空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当然，中国大陆有国产，但是国产毕竟缓不济急，每一年将近8亿人次的运输量，国产不够。那像空中巴士，中国大陆会给单。但最重要的，美国当然这是川普希望多帮波音公司多卖一些，不管尤其是单走道的这种小型客机，国内多卖一点的，国内航线的多卖哪个中国大陆，那要开单了，要中国大陆来买。那换句话说，川普就这些不管粮食、飞机、牛肉还没有说嘞，都要向中国大陆希望多买一些，那中国大陆就要开出条件了。是，有些是商业条件，有些也可能是